是，这非常的重要。这种文攻武吓有没有用？还是有用。威胁利诱有没有用？还是有用哦。台湾一直以来很大的问题也是内部的纷争，这内部纷争还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哦，这个连政党之间都有这问题哦。有人在喊到说，不要以为抗中保台就能如何如何，就是显然大家对于一些内部的认同哦，都还是产生许多的分歧，所以许多的来宾哦，不管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评论者，或者在海外的评论者，都警告说，最大的问题都是内部的错乱内部这个价值的这个混乱哦，然后敌人跟竞争对手分不清楚，这个部分的确产生许多的一些纷争。但纷争还好，这就是民主，这就是民主的日常。但我们看到不能原谅跟接受的是，有人会用暴力的方法。会用威胁的方法，当然，我觉得很难过是于将军也被威胁了，还是那种很糟糕的，是对他们全家性命的威胁，贴照片，然后要对他的夫人说：“这个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”这不可思议。当然，这种纷乱，我不知道于将军自己怎么看待。以你的角度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应该很有感触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这当然哈，其实我从开始退伍以后开始对于国军打气，帮中华民国加油。坚持我们的反攻立场之后，我的粉丝专页受到了无数的这个谩骂了啊，那个骂的都很难听，但是我一看那就是大陆人骂的，我就不在意，为什么？原谅他们的无理，因为他们的教育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没有理，我就是删除封锁就不理会他就是了。那但是他们被我封锁多了，他们发现怎么都不理他们哈，他就直接寄 email 给我。那寄 email 给我的话，那就是针对性了哈，他就是说就是他的 title 就是武统台湾。就是武统台湾，然后针对我的家人要做威胁，然后甚至说第一个要这个加害的是我太太。那我就跟我太太讲，你会不会怕？我太太说，来给我看一下，我会不会怕？一看不错，照片还挺美的啊。她比较重视说，你有没有把我照片搞得非常丑化啊，挤眉弄眼的，或者是不好看的？她不错，这张照片还挺美的。我说那你不怕吗？她说我只怕她把我照片po得不漂亮而已，其他我不在意。也就是说，其实。我们中华民国在民主素养之下，在法治素养之下，对这种事情叫嗤之以鼻啊，好笑。可是呢，好笑归好笑，不能姑息，所以我就采取了法律行动，我到警察局去正式提告。我不是去备案哦，我去提告，我去告你啊，然后请这个警政署用最高规格的方式要查出来，因为我们是反共的先锋，我们是保卫国家的先锋，连我们都敢恐吓，那一般的市井小民怎么办？所以我正式提出了提告。那查不查得出来，我觉得那就由警政署来这个负责。但是我是坚决了我这个决心。但是我常在讲，国军要被解放军打垮不容易，但是被自己的人骂垮很容易。国军打不垮了，但是国军会被骂垮。所以这个我知道，中共也知道啊，解放军也知道，国台办也知道啊。要击毁中华民国保卫国家力量的国军，你解放军想打垮他，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？可是有一个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叫你自己国内的民众把你骂垮。肥猫、吃预算的怪兽、拿了武器不会用、草莓兵、无力抵抗解放军，你是最弱的弱鸡，就用这种方式来诋毁你，来骂你，然后减少年轻人愿意加入国军的力量。这就是认知作战啊！这就是认知作战。而且这些人一般的百姓骂国军不怕。因为国军觉得我们是为了保卫国家，我们愿意挨任何的侮辱跟这个谩骂，我们都接受得了。最怕是哪些人骂？曾经跟我们一起穿着军服、挂着阶级，曾经是我长官的人，他来骂你，他来羞辱你，说你是没有战力，说你是草莓兵，说你是不堪一击，这对国军的打击有多大？你曾经是在讲台上，在司令台上对我训话，告诉我们要坚持反攻立场，坚守民主阵容的这些长官。军服脱了以后，胆子也还给国家了；军服脱了以后，那个信念也还给国家了。军服脱了之后，你连你对于为国保民的立场都转变了，你还是为国保民，你保的是对岸的14亿人，这对吗？这对吗？这才是对中华民国国军莫大的威胁，还有削弱中华民国国军战力最可怕的力量。而这个力量呢，正在一点一滴的侵蚀我们的国家。那我就讲，很多人说，他说你这么爱国，你为什么要提早退伍？我如果继续在国军干，我现在还是少将，我可以做到57岁，我为什么提早退？我说我要做一些现阶少将不能做的事。在国军穿了军服，即使我升了少将，升了中将，我升了上将也一样，我不能对外直接的捍卫国军，因为我有包袱在嘛。国军有他的相对的言论自由，他对于这些不公平的言论，对于这些
诋毁国军的言论，他只能说一些制式的话语。国军坚守民主立场，绝对不会让敌人越雷池一步。然后嘞，然后没有啦，不能多讲啊。能不能指着解放军说，你这简直就是在羞辱国军？指着这些中共的同路人说，你们这些曾经跟我一起穿着军服的人，居然在这边做这些丧权辱国的事，国军不能说，因为他有伦理嘛，他有伦理不能说。可是我脱掉军服之后，我解禁了，我可以讲。但是我讲完之后，国军正在保家卫国、直干戈以卫社稷的这些我的学弟学妹、我的袍泽们，他们心中那种振奋，终于有一个退将敢讲出我们的心声了，终于有一个退将敢说出我们对于这些人的不满了。我真是帮他们出了一口闷气。这就是我脱掉军服的目的。因为穿着军服，官再大，无法解决任何的问题，不能解决言论上面的侮辱跟攻击。但是我脱掉军服之后，虽然我把枪还给国家了，可是我的笔还在啊，我的照相机还在啊，我的镜头还在啊，我的言论还在。我用这种方式来提振国军，因为我知道国军是打不垮的，但是国军会被自己的人骂垮，所以我要用这种方式为我们保国为民的国军加油，因为有你在，台湾才会安全。